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都看到匹配结果出炉了，1093真的要跟960打起来了。但问题是，他们竟然不是在对面，反而是2605在960的对面。那今天的影片并不是讲他们外交结果出炉了，因为他们还在谈着。不过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是2605在960的对面，而不是1093在960的对面？假设你们是根据 Chisco 的数据去看的话，那确实不应该在对面。但是各位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一次匹配是多路线匹配。那我不知道它这个数据是根据什么来计算的，反正是跟我们多路线的数据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在多路线匹配的时候，960的总战力是491亿。但是它的列表是写270亿，还有1093第一条路线出来的总战力是660亿，但是它这里的数据居然是比960还要更低哈，267亿。而且它这个数据如果是正确的话，那照理来说，它下面那个王国不应该匹配一个584亿的给它，应该把960搬过去才对。那我也知道可能他这个数据是计算那些真正有打架的玩家，但是我们要根据官方的数据，就是他那个路线匹配出来是多少战力就是拿多少战力。不过他这个列表的击杀算起来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官方这一次分配阵营是根据战力来分配的，像是左手边那两个阵营战力会比较高，所以把他们放在左手边，而不是960在左手边。那960打2605合不合理呢？严格来讲是不合理的因为960的击杀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是根据击杀来计算的话，2605是打的会比较痛苦一点。如果是说到战力的话，其实这两个阵营是差不多的，因为我去看了他们的路线1战力是333亿，960是491亿，也是偏高一点点。所以严格来讲，其实官方分配2605一个阵营一个王国是有一点不太合理啦那虽然这个多路线分配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对先锋王国，但是因为这样子分配就变成有很多不相关的王国全部挤在一起了我讲真的，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王国匹配在同一个地图里面。不过这边先岔开话题因为这一次报名的方式是多路线报名嘛，那960的第一条路线其实就是跟93这张地图打，但是你们又怎么知道呢？这一次报名的王国是真的很少，不到50个。这一次的报名方式在之前的规则里面有说到，其他的路线不会跟你第一条路线撞上，所以在其他路线的兵务场室也是会看到960跟1093，但是这两个或许就是路线2跟路线3，真正第一条路线是这张地图而已。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其他的玩家误会以为路线2跟路线3这两个阵营都是960的主盟了，其实这两个路线都是一些农场联盟而已并不是那种打仗的联盟真正打仗的联盟都在路线1。这个时候就有玩家要问了，因为960从来没有输过 KVK 那假设路线2跟路线3输的话，算不算是输了 KVK？ 这个我觉得严格来讲是不算的啦，因为是根据主盟的，就连星星也是一样根据主盟了。像这些其他的路线联盟都是没有星星的，因为他们之前打仗基本上都是不在军团里面的。不过当然的，在其他路线你们有机会可以挑战960把他们打死我也相信有不少王国其实想要打960啦但是主盟打不过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试一下打农场联盟了。 OK， 讲完其他路线的问题，现在我们回来讲路线1的问题了路线1到底要怎样选择盟友？在之前的影片我就有解说过这个地图到底要怎样选择盟友，因为它这个地形的关系，就变成有一些阵营它是必须要绑定在一起的。就比方说火跟光阵营，那如果这两个是敌对的话，就变成他们旁边的阵营是必须要跟他们合作。主要原因是兵无常势的地图里面最弱的阵营都是在中间的，所以你们让火阵营也就是1093去打土阵营的话，是根本不用打了，土阵营可以直接宣布失败。如果是换另外一个方向，土阵营跟2605合作呢，在之前的影片我就有讲过，在2605跟960火拼结束之前，不管是区域5还是区域6结束之前，中间那两个阵营是没有办法接触他们的，要等到关卡6开放。而且就算2605要过去帮土阵营的话，也是要等到关卡6开放。但是在关卡6开放之前，他们就已经跟1093打了，也就等于说，如果土阵营他们真的跟风阵营合作的话，是没有办法让风阵营去帮他们在第6区打架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分配盟友应该是上下分配，火一定是跟土，光一定是跟木。不
不过由于他们没有干涉到地形的关系所以风跟水阵营其实可以上下兑换，不一定要跟旁边合作。就是说风阵营可以跟光阵营合作，然后火阵营可以跟水阵营合作，但是你们要记得这个地图他们本身的计划就是要960跟93打，所以严格来说是不太可能会兑换啊，也就等于说风阵营应该会跟火阵营绑定了。不过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风阵营是跟火阵营合作的话，也就等于说他们是已经损失了一个区域6。那老实说，我不是真的看不起2605，是真的，如果是根据数据还有根据战斗经验来看的话，960是可以打败2605的。所以2605之后要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关卡室走出去而已。所以这里更加坚定了风阵营一定要跟土阵营合作，或者是风阵营跟水阵营合作，跟960合作那我个人觉得960跟2605合作的可能性是比较低一点的。而且如果2605真的是跟960合作的话，也就等于说这两个阵营必须要打全部阵营了。因为不管是2打4也好，还是3打3也好，风跟水阵营合作一定是要选择另外一个阵营。那他们会选择哪一个阵营呢？正常情况下都是选择中间阵营的，如果是选择左手边那一排的话就很不合理了，战力就很高，也就等于说上下两个区域是肯定不会拿到的，就变成2605跟960那个部分他们只有一个区域6而已。所以因为这个地图的分配方式呢，是搞到他们会比较头痛一点啊。不过不管怎样分配都好，这个地图是肯定会打起来的，主要的问题还是看到底跟谁合作而已。如果是上面3个阵营打下面3个阵营的话，其实2605可以选择在关卡室不打，他们储存更多的资源加速还有实力，等到区域6的时候才正式跟960打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在中期跟960打是很不好的选择，因为在中期他们几乎都是已经把水晶科技都升满了，就是说至少会有100个玩家都是满水晶科技的，至少。所以我做出的总结只有2个合作方式，一个就是2605跟960合作，然后打4个阵营包括93，不然就是上面3个阵营打下面3个阵营，就只有这2个选择而已。或者他们想要玩得刺激一点的话，就直接 free for all 吧，不过我觉得不太大可能啊，因为有一个阵营一定会被针对的，那可能其他阵营都讨厌960，就全部围攻一个960了。最后再讲一下这个多路线分配啊，其实官方多路线分配就是根据899个玩家来进行分配之后，确实对于先锋王国来说会比较好。那你们也可以看到像1093跟960这么庞大体积的王国都可以匹配上了，像以往的匹配方式你们也看到了好几次都是匹配不成功的，但是就变成你们可以发现到这个地图里面有很多 AB 王国而且这边讲一个题外话吧，我的以前王国1123也在这个地图上也就是说如果我跟他们是非合作关系，就是敌对关系的话，就是我自己要打我以前的王国了。因为除了战力之外，他们的击杀是跟这3个先锋比较是差很远的，即使是这3个先锋里面战力最低的2605来做比较也是差距很远。说难听一点，这3个阵营进来就是当炮灰的因为你们也知道，就算他一个阵营里面有放5-6个王国也好，他的击杀是肯定盖不过960的，他们的活跃度能不能击杀这么多玩家，有没有氪金量这么多都是问题。所以我才会在讨论区那边看到有一些玩家说这个匹配方式是用来升级杀农夫的，而且重点是这3个阵营不管怎样都好，都是很难获得太多奖励的。就算是根据 DKP 也好，那你们也看到这3个阵营总数加起来的击杀都没有比一个2605还要更多，也就是说他们的 DKP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超越这3个先锋王国的，所以他们真的只能参与而已，能不能拿到奖励还是要看那3个先锋怎样分配给他们。不管怎样，我希望这一次的地图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画面因为我们等这个刺激的 KVK 也是等了很久，等960跟93匹配成功是等了很久。黄庭之战肯定是会很精彩，但是在之前关卡4、关卡5到后面会不会精彩，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至于各位观众看了这个地图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